当然，我们说它延续了前朝的，它也有一些新的作品，也有一些创作。主要的器型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帽筒。这个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要注意了啊！这个帽筒啊，在我刚从事这个学习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并不知道，因为我们库房里面有帽筒，但是并不知道这个帽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后来通过学习啊，然后呢通过比较，哦，原来知道了。帽筒这种器型是从嘉庆开始的，所以我们在座的镜头前的朋友一定大家要注意啊，不要被别人忽悠了。嘉庆之前是没有这个器型的，所以你把它的上限切住，下限一直到民国，它的这个跨度还是蛮大的啊。嘉庆出现，民国依然烧造。那么造型有几种呢？一个是圆形的、圆筒形的，另外呢方形的、六角形的啊、八角形的，还有竹节形的啊，这些呢我们都是经手过的啊。那么它除了它是这个整体形状是这样。那么有的呢是竖的，就直上直下一个圆筒，但是有的在器身上面还会出现一些呢，挖一些孔来装饰它。那么这种孔的话呢，有海棠形的，有圆形的，也有椭圆形的啊。反正这个形状呢还是挺多的。但是这个呢要看大家去这个观察去观察。那么这种东西呢，它主要相对于什么呢？相对于这个乾隆时期有一种这个粉彩那个彩器属于那种楼雕型的那种官架官帽架。那么由于那个时候做的呢，这个乾隆时期做的比较复杂，嘉庆早期依然也做了，但是到后来就实在太复杂了，干脆就做成刚才我讲的这种类型这帽筒就直接做成那样就完了，简单简单易行。那么这个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嘉庆时期的这个帽筒。这是一个法国的一个收藏家一个收藏家收藏的一个帽筒。这个帽筒呢，它是带款的你看它是用黄做地，上面是9条龙看见没有？它的肩部和底下都是用海棠形的开窗或者叫开光这个呢是个圆筒形的直的圆筒，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帽筒。请大家注意，这种就是从嘉庆时候开始出现的。那么在这个之前是什么样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官帽架这是官帽架，你看没有？它上面是仿的替红仿的是替红，上面雕的这个龙纹蝙蝠，底下还有很多辅助纹饰。这种工艺太复杂了太复杂了。而且呢，这个上面大家注意这个还有一个盖儿。里边呢放的是什么呀？我估计因为这个官帽放在上面，这个整天戴这个帽子估计也有那种汗臭味儿里边估计呢是放的一个是香囊或者香料什么东西的从这个口沿上中散发出这个气味来去味儿去味儿。这个东西呢是大家注意一下是带款的，看见没有？我记得国家博物馆有一件的这件是不是国家博物馆的那件大清嘉庆年制，看见没有？这也同样是一个嘉庆时期的，这个你看没有？它是开光的，这个是后配的这个应该是也有盖儿。这个地方四侧呢是这个4个面呢是透气儿的，里边放的应该是香料香料。这是它的款这是它的款，大清嘉庆年制。这还有一件也是替红的也是替红的这个呢就是我讲钱家不分的作品刚才我们看的那一件刚才看的那一件。就是属于后来发明的，简单了，直接就一个圆筒或者6角的，或者正方的，或者是竹节的，这就是嘉庆时期有的刻山水、刻人物的那是最简单的还有呢就是往上面加彩的嘉庆、道光、同治、光绪都有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注意一下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啊，这个折颜玺。这个折颜玺呢是一个延续啊，它不是它的发明，但是呢，更多的我们见的比较多的呢，确实是嘉庆多，乾隆见的很少，啊，所以我们也把它归纳到这个嘉庆啊，属于延续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嘉庆时期呢，沿用一个旧制，烧粉彩瓷器啊，尤其我们见到民窑当中生产的一些啊图案比较新颖的东西，比如说以山水名胜为图案的庐山十景、西湖十景、萧山八景图，啊，这种东西呢特别多，我们在拍卖市场当中见到很多，啊，有的是圆的，有的是八角的，啊，各种造型的，有的是束腰的，也有的是不束腰的。山水，画得非常细，而且呢，色彩呢还比较的高雅，有的还配上诗，啊，所以呢，它这个呢属于这个情趣相对呢是比较高雅的一类啊。这个呢，我们也可以找到实物来印证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嘉庆的，啊，一个碗，这个画的就是江西的啊，这个画的是实景啊，你看到没有？蓝谱飞云，这个落款看到没有？落的这个款，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啊，这个嘉庆时期啊特有的一个现象。那么这种呢，除了嘉庆有，道光有，啊，同治有，但是越到后边就数量越来越少。见的呢也是越来越少，这个呢我们都要知道就好了啊。这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这个啊，这个你看浔阳九派啊，这个也是，这个是道光的，这个是西湖十景当中的一景，断桥残雪啊，这是道光的，也有这种题材啊，所以这些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们再来啊。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嘉庆比较多的啊，这个呢是我们也是见的比较多的，是什么题材呢？无双谱啊，无双谱这个题材呢，这个大量的出现呢，主要是因为无双谱它是取自于清初。有一个叫金谷良的人，他撰绘了一本历代名人图册，这个在这个清初啊康熙时期尤其多。这个书当中呢，它收录着汉代到宋代的这个40位比较有名的这个人物啊，而且这个人物题材呢，都是来自于通俗的小说。历史故事啊，戏剧啊等等吧，啊，会的那些人物呢，大家我想都知道，比如说张良啊、项羽啊、苏武啊、司马迁呀、诸葛亮啊、孙策呀、郭子仪呀，是吧？李白呀、岳飞啊、花木兰啊、文天祥啊，包括这个什么陶渊明啊、孙权呀、狄仁杰呀、东方朔呀，一直到宋代，你看文天祥。宋的，啊，所以呢，一共包括还有武则天啊，这种东西呢，一般都喜欢在什么呢？碗、杯，啊，这个瓶，这个还有这个什么呢？有的还是在一些罐上面还会出现啊，或者是在瓶的这个颈部也会出现这种，无双谱的这种题材。啊，这个是，那个时候比较多的。嘉庆、道光、同治一直延续到光绪，这种题材都比较的多。但是有一条注意啊，这种题材大多数是在民窑当中出现，啊，但是呢，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们拍卖市场当中，啊，它是比较多见的一个题材，所以我们要知道它的出处。来自于清初的金谷良这个人，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我们在瓷器上出现呢，我刚才讲的，在嘉庆以后比较多见，但是在康熙啊、雍正啊、乾隆这个就比较少
哎，但是在有一种器物上见的比较多，大家可能没注意啊。在什么当中呢？在康熙时期的漆器上面，却很多见。因为我自己经手过，那个明末清初有一个大家啊，修漆的大家叫江千里，他是扬州人，所以在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的时候，还专门提到了扬州当时叫杯盘处处江秋水，江秋水是江千里的号。卷竹家家扎二簪，扎二标啊，扎二簪就是扎世标，是当时清初的一个画家，山水画家，安徽人啊，安徽人。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在当时特别的流行，所以我们要注意了，这叫触类旁通。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些东西，提醒大家以后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呢是什么呢？西厢记啊，这个看见没有？这个叫千里，就是像这种碟啊、盘呀、瓶啊，包括清宫里边都有收藏。因为江千里他当时是一个非常大、非常有名的江南的一个修器的一个大家。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啊，杂项里边也是有很多东西寓我们可以参照的，包括这上面的人物和我们瓷器上康熙时期瓷器上的人物造像布局，很多地方都是相类的啊。这个就是金谷梁的无双谱当中的人物啊，这种工艺都非常精湛的啊，这个都是我经过我的手的啊。这个岳母王啊，岳飞，这个叫福生啊，你看这都是。这个张生啊、莺莺啊，这属于这种题材的东西啊。另外还有一件在我们瓷器上出现过的，看见没有？这种也对我们瓷器有影响的啊。以后大家要注意，它是有款的，《大清康熙年制》啊。所以我讲这些事情啊，我们在学习和研究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影响啊，对我们的影响。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请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嘉庆时期这个粉彩瓷器，它这种款式啊，一般来讲，大多数啊都是以红彩用矾红，当然也有用金彩的，那么也同样有这个青花的啊。纹饰主要以6字3行铁线篆为主啊，这个大家呢以后要看的话呢，就特别要注意。而且呢，这个字体啊，整个刚才我给大家看了，它的整体结构官窑器还是比较严谨的，啊，书款呢没有那么松散，但是民窑是例外的，啊，这个字啊写的不是那么规整，啊，这个呢我们这个收藏的爱好者啊，收藏家爱好者们大家要注意啊，对于民窑的东西呢，我们也要有一个鉴别的过程，希望大家呢要能够注意这个问题啊，注意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讲嘉庆时期的，总体来讲呢，嘉庆是延续了这个清代乾隆时期的一些绘画风格啊，更多的一些艺术创作呀，几乎不多的啊，因为它那个历史阶段出现了一些状况，但是正是因为它的特殊，所以才显得嘉庆时期的东西啊，它是弥足珍贵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我们要注意这个嘉庆时期的一些作品啊，还是比较不错的啊，要有意识的去关注它啊。是吧？你看，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蓝底描金，瓜蝶绵绵，这就非常棒啊，画得非常好啊，非常的漂亮。那像这样的，这也延续了乾隆时期的绘画风格啊。那么诗画啊，诗书画融为一体，这都延续的。但是呢，它的工艺相比较乾隆，它确实技术含量要低一些啊，低一些。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关注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无论如何要把它注意起来嘉庆这个叫矾红描金连寿纹的连寿纹的五管瓶这个呢都是以后我们看到类似像这样比较精湛的东西尤其是藏家们要注意要关心。好，这个嘉庆呢基本上就这么大概一个情况。那么到了道光因为道光这个时间呢，应该说它有30年，在中国陶瓷史上呢，它基本上就处于一个衰退的这么一个阶段。尽管有些
这个作品呢也不逊色啊，在制作的这个技艺方面的话呢，和前朝比例呢，还是有一点点的特殊的地方，或者说有的比嘉庆可能还不差，甚至比嘉庆东西还要好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东西呢，也是要花点心思去研究的所以道光粉彩呢，它有哪些自身的特点呢？第一个，它是追求钱家时期官窑作品的风格，以各种色地借用珐琅彩的压道工艺或锦上添花的图案，装饰这个洋彩过去叫洋彩，现在叫西番莲了西洋花卉，配一些花鸟山水人物百兽是吧？这个用通景用开光来表现这个图案。那么清宫当中呢，尤其对一种这个器物呢，它是有严格要求的这个清宫对官窑瓷器开光内容的纹饰主体它是按不同时节有严格的规定，并且呢必须按照皇帝的旨意来设计，不能随意改动比如说乾隆8年就是公元1743年的12月初9日，太监传旨要烧造什么呢？年节用山阳开泰，上元节用五谷丰登，端阳节用艾叶灵符，七夕用鹊桥仙度，万寿用万寿无疆，中秋节用丹桂飘香，9月9重阳菊花，这个寻常赏花用万花献泪，据按时令花样烧造，这是谕旨那么这种东西呢，就出现了用这个锦上添花图案用压道这种工艺，然后开光，在里边画山水。这种工艺出自于乾隆8年，但是我们在乾隆众多的瓷器当中看到这一类东西其实并不多，反而什么时候多呢？道光时期多道光时期就特别的多。那么这种图案呢，在这个我们叫什么节令瓷节令御膳用的这类瓷器。那么所以呢，它这个图案的话呢，这个道光把乾隆的这种绘画风格给延续下来了，嘉庆也很少见到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在拍卖当中甚至我们有一些博物馆收藏的展品当中，我们确实也看到这类东西，但是看得不全。像刚才我们讲的，年节用山阳开泰，上元节用五谷丰登，这个端阳节用艾叶灵符七夕用鹊桥仙度，像这种东西呢，看的就不是很多就是按照不同时节，用不同时期这个时节的碗，这种叫节令膳碗这个是很有一点意思的道光时期最多，所以就形成了道光粉彩的自身的一个特点这个呢是我们大家可以在不同的这个拍卖会或博物馆的展示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去注意一下。当然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它不全这次可能是鹊桥仙度，下一次呢可能是山阳开泰，也可能是重阳菊花这个呢是相对比较遗憾的比较遗憾的。因此呢就出现了圆形开瓜内画什么呢？山水人物以及一些吉祥的图案博古图如意宝瓶四季花卉五谷这个灯笼是吧？它整体来讲呢，应该说这个图案的分布还是比较均匀，构图呢也比较繁密，是吧？色呢既有粉彩，也有浅酱彩，也有墨彩所以整体的色彩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华丽富贵的因为它比较丰富嘛，而且呢它也尽显了宫廷节令的喜庆气氛我们这个古语应该用什么呀？是不是我们这个立春用什么呀？这个它都有一些规定，而且呢它这个纹饰里外边用的是粉彩、浅酱彩、墨彩，但是里边通通都用的是青花纹饰，用青花来绘画纹饰的，而且这个纹饰呢和外边的纹饰基本上是内外呼应，相得益彰。这个呢还是比较有一点的情趣的这个趣味相投。那么不足之处在于什么呢？色彩涂地的时候呢，它的渲染还是有一点不够匀净这个呢就是道光时期的一个特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哎，这个就是什么呀？三阳开泰，里边是画的是三只羊，外边画开光里边也画的羊，所以里外啊相呼应，相得益彰啊，相得益彰。来，我们再看啊，这个就是三阳开泰的纹饰啊。我们把这个稍微浏览一下，落的是这个环。好，我们再看，这是上元节啊，上元节的啊，这是用的宫灯啊，用的胭脂红压道。这个里边同样用的是宫灯。哎，这个呢是属于那种万寿节一类的啊，这个呢是七夕啊，外边是画的牛郎啊，骑着一个牛，哎，鹊桥相会，里边是喜鹊啊，这个在这儿搭成的桥，里边云和喜鹊啊，所以它这个纹饰啊内外呼应的啊，这个咱们以后会慢慢注意。你看这个就是山水啊，这边是墨彩和浅酱，这边是青绿山水啊，这个就是我们讲不同的表现形式啊，它是根据节令来的，所以这个乾隆皇帝啊，他是比较会享受的一个，所以他的要求呢，它是与众不同啊，与众不同。所以这个帝王在传承这个前朝的一些工艺的时候呢，他也是有所选择的啊。这点的话呢，这个不同的皇帝他有不同的需求啊。这也同样是啊，这四季花卉。看见没有？外边四季花卉，里边同样是用的花卉啊，用的四季花卉。而且关键问题，刚才看到没有？这个是用的这种淡淡的松绿。刚才我们看到黄地、红地的啊，它也有所变化。啊，这是胭脂红地的，看见没有？的花卉啊，这也是胭脂红山水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啊，这个。道光啊，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而且在我们市场上、拍卖上都能见到啊。以后有机会呢，大家可以有意识的去注意一下这些东西。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不匀净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也要特别注意，这个清代道光官窑的白色釉啊，有的是比较的润泽，但底釉不够平整，往往会出现波浪状的釉面，我们一般把它称为波浪釉。同时呢，还有一种叫姜白釉，这种釉呢它比较薄，给人感觉呢就是说它这个釉啊有点发干，不是那个洁白无瑕啊，不是那种乳白色，这个色干了以后呢就缺乏一个这种滋润感，而且给你感觉这个胎体啊相对比较的疏松，不够那么致密，明显与前者不同，这是这个时期特有的现象。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鉴定怎么办呢？哎呀，这个东西究竟对还是不对啊？哎呀，这个太难了啊！这个看这个色彩，这种色彩仿的还不少啊。刚才我给大家看的那个胭脂红压道开光的这种节令碗，告诉大家，我们在03年、04年的时候就有仿，而且仿得非常好所以大家看到这种节令碗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要小心的。那么现在我也讲到了这个东西的同时呢，我也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讲的这种姜白釉，它白中偏一点点的灰，胎质呢薄，但是有点给你感觉疏松。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现在仿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讲瓷器的时候，不是光从纹饰和色彩上去分，要从它的基本的我们讲从最基础的东西上去区分。如果能把那个看明白的话，那么其他东西就不用再看了像这种情况。道光时期特有的现象，嘉庆没有后来者也有一些，但是不多。但是道光时期是比较常见的。那么见到这种东西，那就很容易区分，它就是道光的脸这就是道光的特点当然，我在这个图片上面要给大家看的是没办法看出来的，只有看到实物以后呢，可能就更容易讲得明白一些。那么至于讲波浪釉，尤其在青花当中，我们注意底面釉，尤其把圈轴翻过来以后，看那个底下有那种波浪的现象，釉呢偏青，这种呢在道光瓷器上见的还比较的多过去我们讲这个灰多则青，灰少则白，灰少白也会出现一个现象，釉面容易产生波浪，那是在粉彩器上是比较多见的。所以大家要注意波浪釉的出现其实我们讲在雍正以后这种现象就开始了。那么那天我在这个保利的
预展上面有人问我，这个康熙时期有没有波浪釉？那么我在这里负责任的给镜头前的每一个朋友告诉大家，康熙时期是没有波浪釉的。如果有波浪釉，它一定不是康熙。我不说它是仿，或者现代人所为，但是康熙是没有的，明代也是没有的，雍正以后才逐渐出现。这个请大家鉴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随便你画的如何，我们讲如花似玉，但是这个釉是它基本的，就是说这个人的皮肤，它不应该是这样的，它偏偏这样了，这就不对，这有问题啊，这可能得病了吧，是吧？所以我们鉴定就跟医生一样，要知道不同时期、不同的特点，这个人得病没得病，什么时候得的病，得的什么病，这个我们自己要清楚，鉴定就像医生一样，要这个叫鸡蛋里边挑骨头，要能把这个毛病给挑出来，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细节有的时候在预展当中，有些朋友问我这东西对吧？是不是啊？是吧？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你要注意一下；如果是的话，这就不用考虑，一定是不会错的那么这是第二，第三一个呢，就道光时期皇亲国戚定制的瓷器增多。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众多的道光时期的作品特有的一个现象，喜用斋堂雅号太多了而且它这些东西制作相对来讲还都是比较精良的因为看到这些东西呢，我不管他这个取的什么号，但是这个人这个堂号它是一定有背景的，一般老百姓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烧造的地点不可能是在一般的民窑当中，最少是在官古窑里边，或者就是在御窑厂里烧的所以这个身份是不一般的。比如说比如说这个退思堂、宝善斋、德成斋、谢祖主人、这个圣德堂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这些堂号的出现，说明了这个堂号的背景是不一般的，不是一般的等闲之辈，而且制作的工艺相对来讲，不管胎和釉，包括色彩、绘画的内容，都比较的精良。那么这就说明这些东西呢，大家都要注意。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花卉的盖碗粉鸟粉彩花鸟什么菊花蝈蝈白地亚道什么八仙圣德堂的英系的这个瓶盘碗这些东西。当然，这个道光里边呢，尤以圣德堂为精良这个呢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的或者一个朝代的一个现象。这个呢是我们每一个学习收藏爱好者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跟我前面讲为什么要讲嘉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讲道光，道光里边也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圣德堂。圣德堂原来是圆明园当中的一个宫殿建筑，它的位置在哪呢？在圆明园的九州清晏岛，是道光皇帝和咸丰皇帝在圆明园内居住的寝宫，是他在那休息的地方。那么道光皇帝呢，他又特别喜欢这个圆明园，他认为这个圆明园的九州清晏这个西侧的这个宫殿怡情、舒适、安乐，这一带的风水还特别的好，于是呢就把原有的建筑给它拆了，重建，建一个什么呢？面阔5间，进深有等于我们讲3进房这么一个勾连式的大殿，他把它取名叫圣德堂。那么这个圣德堂建好了以后怎么办呢？这个道光皇帝他就长期的住在这个地方，他也不走了，他也不到别的地方去，这个地方就逐渐的成了他的一个生活场所。所以他的行政指令就是他的政令就是在这个地方发出去了，他不跑到这个紫禁城的养心殿了，他就在圆明园里边发号施令来决定朝政的这个呢也是每一个皇帝包括前面的康熙、雍正皇帝乾隆皇帝都有不同的喜好，大概唯有这个雍正皇帝这个勤政还是比较厉害比较厉害。那么这个里边呢，在《清宣宗实录》当中呢，就记载了道光11年这个6月初2，帝奉皇太后幸圣德堂进膳。这个时候呢，圣德堂落成以后呢，这个道光皇帝呢，他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是比较
尽这个孝道的，他对皇太后啊，他是比较尊敬的，请皇太后来参观，请皇太后来进膳啊，享受这种天伦之乐。这一点呢，倒是道光皇帝啊，他是做得不错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整个来讲呢，也是道光皇帝啊，一系亲情啊，厉行孝道的地方，又是这个行政指令发布的地方，又是孝道的地方啊，所以这个人呢还是比较的特殊啊，比较特殊。正是因为他对这个圣德堂比较喜欢，因为风水好啊。尽管这个道光啊这个年代呢，真是已经逐渐进入了，你看道光1840年鸦片战争啊，中国呢进入了半殖民地的一个时代啊，天灾人祸啊，内忧外患，社会矛盾又日益的尖锐，国家呢又越来越穷啊，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呢依然是倾全国之力为圣德堂烧造一批这个制作水平非常高的一批作品，而且呢专门提供给圣德堂道光皇帝私人所用。这种御用器啊，所以这个我们故宫啊专门出了一本圣德堂制的一本图册啊，把清宫里边的一批瓷器把它收藏起来。这个呢大家有机会好好去看一下。如果你们看了以后啊，你们和同时期道光时期的大运瓷进行一个比较，你们就会发现圣德堂瓷的瓷器的釉、胎、色彩要远远超过大运瓷。所以圣德堂的东西啊，应该说在道光时期啊，不仅仅是御窑厂为道光皇帝私人亲力而为，而且做的东西也是应该是最高标准，极其精良，釉雪白，胎骨也非常致密，色彩非常的浓艳，有很多地方已经完全超过了嘉庆了，是吧？这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讲在道光时期啊，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啊，特别注意的问题。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道光这个圣德堂的东西。这是圣德堂款，它是4字2行楷书款。那么它这是用皇帝仙鹤这个道光皇帝用仙鹤用的也是比较多的。仙鹤相当的什么？相当这个主要还是一个长寿嘛，还是长寿的意思。这个颜色用得好，款写得正，这个4个字写在这个底的中心位置，它一点都不偏。而且这个4个字呀，规规矩矩、端端正正的圈轴处理的圆混而光洁，底面又雪白这个呢就是我们讲道光时期什么瓷器最好？圣德堂瓷器最好，质量最优。所以搞收藏的人，如果你不懂这个，你收藏什么呀？是不是我们当然是挑最好的东西去收藏。这个呢，无论是它历史地位，它的这个艺术水准，它的经济价值都是最高的。所以我们每一个镜头前的朋友，大家要注意圣德堂的东西要注意再给大家看一件，这个呢也是在拍卖场上见到的一件东西，18罗汉图。这种图案道光是最多的。原来我在扬州文物商店，我们这种图案这个碗盘，这个盘还不是一般的圆的盘子，是那种八角的，那个八角还不是棱角，是窝角，8棱的窝角的盘还有那花口的盘，外边画的都是这个，漂亮极了。这个色彩也特别的好看色彩特别的浓艳，但是完全比一般的东西要好看了很多。你看圣德堂的几个字写的漂漂亮亮，矾红颜色也比较匀净。这些呢都是我们所有的镜头前的朋友你们一定要认真注意的。你看它这个釉洁白因为这个东西我们都上过手说老实话，这个不是一般的博物馆大概不一定有这样的东西的大博物馆我不说了，一般一些小博物馆里可能见都没见过这种东西。就这个东西本身而言，它就够级别了，因为它的艺术价值比较高所以这些东西呢大家要注意。那么我再提醒大家注意看见没有？人物的领子鞋底这个边上看见没有？
它一定是用玻璃白的，只不过区别在哪儿？乾隆和嘉庆时期的玻璃白用的比较的厚，而嘉庆以后，嘉庆咸丰同治这种玻璃白用的相对的要薄一点。如果我们用手轻轻的一去抚摸，它的表面的一种凹凸感没有乾隆、嘉庆那种感觉更加的强烈。这就是道光以后啊这一部分这一个点上边啊我们要注意的地方。但是这个部位一定是用玻璃白的。如果这个地方不是用玻璃白，那你就要认真的仔细去考察一下，要注意啊。所以我在这儿也反复的重新的重点的提醒大家要关注啊，注意。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再讲一下它的款啊，其他我们就不说了，因为从现在资料来看呢，绝大部分的这种红彩用防红彩是用侧锋圣德堂4字楷书款，圣德堂3字款是非常少见的非常少见的。那么在清宫档案当中有记载，道光14年2月22日，主事那萨阿首领武敬宗来说，太监沈奎传旨，14年供起九江陈进瓷器款，圣德堂制要红字青瓷一定是要红字的。这就从中可以看出来，我们圣德堂之所以用红彩楷书它是由于道光皇帝的谕旨所致，是皇帝要求的，不是我们的工匠我任意改，我这个用青花，我这个今天给你来个其他彩，不行，一定要防红款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么这个里边呢除了这个以外有些器内外用红釉装饰的情况下，那么得以用金彩代替。刚才我给大家看了那个五管瓶矾红描金的，大家注意了，那个底下的款式一定用金彩的，因为红底再用红彩就看不见了，它一定用金彩，这样形成一个色差。我想古人也是很聪明的如果我们脑袋僵住了，说也会用这种红彩的话，那我们脑袋出了问题那这个是我们要给大家要讲一下要讲一下。那么目前来讲呢，因为这个圣德堂后来因为被烧以及呢流失的瓷器那么目前圣德堂瓷器呢，清宫当中包括现在已经记录的一共357件，而清宫旧藏是298件。那么我这个上面文字写的最后4个字是弥足珍贵，所以敬请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们看了这个以后，你在学的时候要重点观察，收藏的藏家们请你们要关注这一块这是我们讲的第3点。第4点呢，就是道光粉彩的造型除了基本沿用乾嘉时期的传统器型外，又多出来一个造型，叫冬瓜冠，我们北方叫人头冠是这个时期新创的一种器型。人头冠我们叫冬瓜冠，有长形的，还有一种圆形的，我们叫西瓜坛、西瓜冠我们过去在文物商店工作的时候，库房里边这种东西太多了各种色彩的这种人头冠我们叫冬瓜坛、西瓜坛，我们南方人是这么叫的非常多。那么这种东西呢这个呢我再说2句因为冬瓜冠这种造型这种长的这种造型我们叫人头冠我们虽然在这儿讲是道光时期才出现的，就跟刚才我们讲嘉庆的那个帽头一样，但是我告诉大家，在我们湖北钟祥的八王墓里边曾经出土过一个冬瓜冠，或者叫人头冠，是白釉的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也上过手看过出土的那是唯一的一件从那以后这种造型再也没出现过，一直到道光时期才出现了。所以我们溯源的时候呢，我要顺便告知我们镜头前的朋友给大家汇报，这个人头冠最初这个造型出自于明初道光以后再重新出现，这种造型一直延续到民国大家注意，一直延续到民国。那么刚才我们讲人头冠我这个就因为这种东西呢过去档次都不是特别高，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录到这个里边来，但是这个东西呢我倒是把它放进来了这种冠我们叫西瓜坛或者叫西瓜冠，比较小圆，像球状的。
啊这种东西，而且这个色彩看你们延续了我们乾隆啊使用的这种色彩啊比较斑斓，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每一个要学的朋友啊要密切关注的，啊，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要把这些知识呢要学到手，要了解这个历史和发展的严格的过程。那么道光时期呢，刚才我们讲的还有一些小件器皿呢，较前朝更为的丰富，比如说酒杯、套杯、握足杯、铃铛杯、小笔筒、小鸟食罐、小鼻烟壶等等，这些东西在粉彩当中特别多，而且道光时期尤其的多，啊，这个也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啊，所以我也请这个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这些东西呢，我们随时都可以见到的，啊，但是呢，这个里边有官窑的，有唐明款的，但是也有民窑的，就如何去甄别，这是我们每一个要学习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我们讲的造型。那么这个纹饰当中呢，比较多的就是八仙啊、九老、18罗汉，这些都是比较啊官窑器里面都有的。另外呢，还有一些纹饰啊，主要表现在动物身上，这种以前看的比较少，也是一种新创的纹饰。比如说狗啊、猫啊、牛啊、羊啊、象啊、鸳鸯啊、鸭呀、仙鹤、喜鹊。当然有些东西是以前就有的啊，比如说大象，我们崇祯有啊，鸳鸯宣德也有啊，对吧？但是这个猫狗这个东西跑出来，这个以前可是见得少了。另外呢，鸽子、燕子，对吧？雏鸡、蝈蝈、蚂蚱，啊，这种东西，这过去见的是当然这个蚂蚱这个叫飞黄腾达也有的啊，但是蝈蝈这个好像，啊叫一品当朝，这个纹饰还是比较少的，啊比较少的。但是在道光时期，这些东西就特别的多，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马上就反应过来，啊，这些东西都是晚清的东西，而不是乾隆，啊不是乾隆，而不是雍正或者是康熙。啊，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学的人呢，脑子里边立即要反映出来啊，这种纹饰啊，在这种不同时期出现的。那么这些大小动物呢，由于多种的花卉、瓜果组成了吉祥的图案，啊，那么形成了道光粉彩特有的啊一个特点。这也是我们在掌握陶瓷烧造过程当中必须要铭刻在心的啊一个纹饰。尽管造型可能前后有相类，但是纹饰不一定，啊，纹饰的变化，我以前就讲过，可能局部一个纹饰的变化，可能就是一个时代的更替。这是我们过去一个老先生一直提醒我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所以我把这个强调给大家，也是为了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些都是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纹饰方面。第六呢，就是道光时期粉彩的款式啊，它是别具一格的。那么官窑青花或者红彩啊，一般都采用铁线描的这种篆书款，这个笔画呢线条呢比较挺拔，运笔呢它相对比较圆润和流畅。这个呢道光时期啊，它是特别啊比较特别的这个铁线描。但是我告诉大家，道光青花里边也曾经有双圈6字2行楷书款，就跟我前面讲到乾隆也曾经有过双圈6字2行款的啊，它是楷书。但是尽管那是个别，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不然一看这个东西不对的，假的，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呢就有一点点的主观臆断了。那么我们在学鉴定的时候呢，切记啊不要张口就来啊！我们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歪风邪气，啊，张口就来啊！这个拍着胸脯，不相信我就把它吃下去。这种江湖的这种，哎呀，这个市井的这种腔调都跑到我们这个鉴定啊当中来。这本来是非常高雅的事情，就弄得这个江湖义气什么，哎呀，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都跑到这里来，是很糟糕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不提倡，也是希望我们一个学者呀，认真仔细的看一下。啊，不要太随意啊，不要太随意。那么唐明款呢，它同样也是多为楷书款，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官窑瓷器，就是我们讲的大运瓷，全部是用的铁线篆，青花啊，这个红彩，通通是。但是
唐明款，包括圣德堂，啊，全部是用的楷书，用册封书写，这个比例啊刚柔相济。这种款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唐明款很多，比如说祝叶山庄啊、挂叶山庄啊、聚德堂啊、退思堂啊、乐谷堂啊、行有恒堂啊，大家注意。行有恒堂在我们瓷器上有，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了，紫砂当中也有行有恒堂款的，而且这个款有的是刻款，楷书，那个笔锋下气啊非常锋利、挺拔、冷峻。但是也有印文的款，这个要请大家注意。紫砂是属于我们陶瓷范畴的啊，属于硅酸盐范畴的，所以我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不要把我们同类的东西排斥出去，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和了解的。尤其是行有恒堂这个款啊，瓷器有，紫砂有，啊，那宝善堂、九思堂、纯古堂、西英堂、宝善斋等等很多，切记。这些东西都是用的楷书，啊，不是用的这个铁线篆。我们看看有没有啊这样的款啊，找一找。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啊，看了这个圣德堂的啊，圣德堂的是用的楷书。那么我们看了其他的，基本上都用的是，看这些都是用铁线篆的啊，用的铁线篆。啊，这说明这个什么呢？说明这种都是大运瓷，啊，它不是专门定烧的这一类东西啊。这个里边我们也放进来啊，有些小东西，比如说鼻烟壶啊这些小东西，这个呢我啊很抱歉我没放进来啊。这个有机会了再和大家再慢慢交流吧啊。我再看看啊，这有一个看见没有？很漂亮，退思堂款啊，退思堂制。这个是灵仙祝寿图，这个图案大家知道，雍正有，乾隆有，我们都是盘子啊，但这件东西是一件碗。你看这个色彩漂亮吗？非常漂亮，啊，这个，所以这种东西啊都是非常稀罕的东西啊，稀有之物。按照我们传统的观念来讲，这种东西就叫物稀为贵，啊，那么像这种东西呢，那个鼻烟壶呢，一般都是横款，从右往左写。啊，碗上面呢就是这种，就跟那个圣德堂一样，都是根据字，4字2行，正楷，啊，虽然用册封，但是一定是正楷，这个就是个典型代表啊。这时候算是还算留了一个啊，找到一个，我看这个是不是？啊，这个不是了。哎，这个说这个时间。又到了啊，我们把道光的这一部分呢，又给大家讲了啊，它这个嘉庆时期和道光时期啊，所特有的啊一些器型、一些纹饰啊、一些工艺啊、一些绘画的特征、落款的这种形式啊，这个我们这期当中呢，又把这一部分啊，嘉庆、道光的这个情况讲了一下。尤其我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不同时期因为国情的不同啊，它会产生一些不同的作品。啊，这个呢是我们每一个学陶瓷鉴定的人呢，必须要注意的一个问题，这个是不可忽略的啊。如果你忽略了这一部分的话，对你的学习没有好处，啊，没有好处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这说时间又到了，后边咸丰啊、同治啊、光绪这一部分呢还没有讲，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只好跟大家说一声很抱歉啊，我们还是下次啊，我们再把底下的那一部分呢给大家讲完。好吗？今天那我们就到这儿。